你以神仙的身份在外摆摊招摇撞骗，说自己召唤神龙呼风唤雨的法术有手就行。谁知大前王朝的女帝竟信以为真，下旨让你速速开坛做法，呼来风雷雨水，让久旱无雨的王都迎来甘霖雨降。可你一介凡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吞云吐雾、喷火耍刀，还能靠小伎俩糊弄旁人，但呼风唤雨、引雷降则绝非凡人能够做到。你心底暗自盘算，想要趁机逃走，谁知没跑出多远就被士兵当场抓回。就在你以为自己将做法失败后被戳穿骗子的身份之际，一道仿佛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渺渺声音在你脑海响起：此名太平要术，汝得知，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蒙一心，必获恶报。声音落下的瞬间，我便感觉脑海中骤然浮现3道璀璨光芒，紧接着光芒渐渐褪去，露出了里面的3部经卷，正是那声音提到的太平要术。太平要术，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太平要术！刚刚那个声音，莫非是南华老仙？虽然说三国的许多剧情我都不记得了，但相传南华老仙将这3卷天书赠予了张角，领悟地道之术，可移山填海；领悟人道之术，可牵动凡人生灵气运。这简直是通天的本事啊！这门道法威能太过骇人莫测，虽不解对方为何将秘法赠予给我，但你依旧恭恭敬敬俯身跪地，朝着9天苍穹虔诚拜了3拜。就在你陷入沉思的时候，一道尖细声音突然响起：李仙家为何在此发愣啊？做法的时候也到了，咱们还得抓紧时间呢。说话的是一名老太监，此刻他眼角微眯，暗叹道：你若真是得到真仙本事通天那边罢了，只算老夫眼界浅薄，识人不清。可你若纯粹招摇撞骗，毫无真才实学，待祈雨失败，陛下群臣定会将你碎尸万段，老夫自会替你收尸料理后事。片刻过后，一行人抵达一处极为宽阔宏大的场地，四周早已贴满奇异符咒，层层围起。与此同时，高台周边不远处，到场之人不仅有大前女帝与满朝文武重臣，就连远隔千里而来的大汉使者也亲临现场静观这场祈雨大典。此刻常惠呵呵一笑，便将视线投向已经走到高台下方的你身上，其余众人也纷纷望了过去。一时间，你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你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落在眼前3丈3的高台上，却连个梯子都没有。你不再多想多余琐事，神色淡然自若，一举一动尽显世外仙家从容气度。随后抬手轻轻挥袖，在场众人瞬间察觉到远方狂风骤然席卷而来，不愧是得道仙长，单凭换风之术便已是实打实的无上仙家手段。女帝和群臣以及常惠等汉使尽皆心中惊异，原本还有的对仙长身份的怀疑瞬间消弭大半。下一秒，在众人的注视下，你被清风柔和的托起，就仿佛灵虚玉空的仙人，短短几个呼吸身形便来到高台上。你目光扫过木桌摆放的木剑、云纹铜铃，还有一串铜钱法器，这3样物件都是你往日招摇行骗的常备道具，既能装模作样震慑旁人，又能借此说辞铺垫，增添登坛做法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就拿这场公开祈雨大典来讲，第一步先要轻摇手中铜铃，此为换神起誓，寓意请来雷公殿母水师雨神亲临助阵。第2步对着铜钱施法，抬手抛向长空，意在供奉钱财打点诸位神明，恳请众神收下供奉仙宝，施展神通降下甘霖雨露，润泽大地。第3步若是神明不肯收下供奉，不肯降雨，便手持木剑厉声威慑众神行云布雨。可实际上这所谓的做法仪式半点用处都没有，就是做样子给人看的。然而如今你身怀通天道法，呼风唤雨，只需一念之间便可随心而动。可为了点逼格，你还是决定按程序走。下一秒你没再犹豫，伸手握住木剑挥动起来，贫道李平安寿前请愿，特来向雨师水伯求雨，遂在甲子天下太平。雷公助我！声音落下的刹那间，便有一道闷雷轰隆之声骤然响起，震耳欲聋。大前君臣和几位汉使纷纷将目光投向天际，便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头顶已经乌云密布。轰隆一声，一道粗大雷霆炸响，仿佛一头雷龙遨游在这乌云雷池之中。所有人都面色惊骇地看着被阴云笼罩的天穹，心里震撼至极，一时之间再难以说出话来。不仅皇宫之内人人惊叹，皇城之外无数百姓也纷纷察觉这场惊天异变。阿母，打雷了！囡囡好怕！原本在街边和其他孩童嬉戏的女童被吓了一大跳，惨白着一张小脸跑到了母亲那里哭诉，不停呜咽着。但母亲见到那乌云雷霆，却是没有半分畏惧，脸上反而浮现了激动之色。全城百姓无一不是满脸热泪，满心感恩，谢天谢地，多谢仙神佛陀，王都终于要下雨了。这得多感谢那位被请到皇宫的仙长，是他为我们做了祈雨仪式才能下雨。仙长之恩，我等必然为您立牌立此。高台上，你望了眼天上的雷池，虽然这威势浩浩荡荡的，好像很厉害，但你此时却感觉自己已经有点虚了。接触太平要术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待到此事过去，自己一定要好好钻研天书。暗中扶了扶腰子，你继续施法。雨来，哗啦啦！随着一声轻喝，天穹倏然间便有倾盆大雨落下，几个眨眼便交织成了厚重雨幕。女帝伸出手接着，便有雨滴落在手心，丝丝凉意顺着掌心蔓延开来。身为大汉使者的常惠回过神，稳住心绪之后，脸上神色依旧淡然如常，一双锐利眼眸却紧紧凝望高台之上你的身影，心底暗自打定主意，日后定要全力拉拢，将你招揽归入大汉麾下。毕竟谁知道这位仙长是否还有其他兵道秘术，可以决定王朝间的战争局势。除了常惠，大前群臣看着你的眼神也是极为炽热，各怀心思。当雨势渐小，乌云散去，天光刺破淡淡的阴云，投下绚丽绝美的彩虹。你再次招来清风，将自己给送了下去。此刻全场众人早已齐聚高台下方，静静等候。辛苦仙长亲自登坛为民祈雨，朕代表整个大前子民，诚心感念仙长大恩。女帝容貌清丽，不过20出头，风华绝代，
见你落地，率先上前拱手诚恳道谢，陛下不必多礼，为久旱王都祈雨造福百姓，本就是贫道分内功德善举。你面带温和笑意，从容回话。先长太过谦逊低调，朕心中还有一个冒昧请求，想恳请先长出任我大前当朝国师，享有和三公的同等待遇。在场众人闻言皆是满心错愕，愣住片刻。国师这个职位在其他王朝可能有设立，但大前却是没有的。要知道，三公可是皇帝之下地位与职权最高的人了。面对女帝的邀请，你直接摇了摇头婉拒，多谢陛下厚爱，贫道不过一行云野鹤，怕是担不得国师之职。对了，陛下，不知这几位是？你将目光投向穿着汉服的那几人。女帝见自己的邀请被拒绝，笑了笑，随即介绍起来，这几位都是来自汉朝的使者，此次前来便是与大前商讨商贸之事的。鄙人常惠见过先长。常惠和其他几名汉使纷纷向你行礼，你也回以一礼。虽然动作非常粗陋简单，但在常惠等人看来却是极为洒脱俊逸的。而大前女帝和群臣见状，心里忍不住担忧起来，这位先长要是被大汉拐跑了，他们哭都不知道往哪里哭去。常惠瞥了大前众人一眼，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他都这么大岁数了，多少也是要些面皮的，不可能当场就邀请对方，不然未免太打大前君臣的脸了。接着你被女帝暂时安排在宣清殿居住些时日，没走多久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正是那老太监。他早已没了先前的淡漠，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挂着紧张的笑容。先长，那祈雨做法的仪式老奴看了，您无愧是当世珍馐，举世无双。先长平日里若有任何吩咐，随时传唤殿外的值守，太监宫女便可听命效劳。你抬手随意示意，无妨。随后迈步走入殿内，盘膝坐于床榻之上，凝神探查脑海之中的太平要术，想看看今日祈雨过后又解锁了多少全新玄妙道法。刚翻开天书篇章，眼前便浮现出一幅震撼心神的壮阔画面，画面之中数十万兵马置身惨烈战场，拼死厮杀。其中一方兵士面黄肌瘦，身形瘦弱憔悴，他们的头上戴着黄头巾，身上也都是布甲，宛若刚放下农具下地耕作的寻常农夫。另一方兵士体格精壮，神情凛冽，满身杀伐戾气，与头戴黄头巾的士兵厮杀时，以一敌三都不为过。他们就好像冲进羊群的猛虎，肆意虐杀着对方。那是张角的黄巾军吗？你看着这一幕不由紧锁眉头，毕竟与黄巾军厮杀的一方，也就是取得明显优势的军队，身上甲胄的样式就是东汉末年的。就在这时，天地间的焦点忽的一变，集中在一名身形高大的道袍男人身上。他手持9节杖向前轻轻挥动，勾勒出一道符文，吾乃大贤良师，太平道之主张角。随着他大喝出声，道道璀璨光芒宛若从天穹坠落的星辰，自那9节杖勾勒出来的符文中涌出。这些光芒出现的一刹那，便化作漫天光雨冲向黄巾军。下一秒，士兵们身上的伤势瞬间痊愈，肌肉鼓胀而起，随手抄起身旁一个敌军就甩了出去。就连那些原本战死的黄巾军，也在融合了光雨之后断肢重生，从地面上再次站起作战。你看着这一幕，感觉整个人都在发愣。这光雨的范围可是囊括了数十万的黄巾军啊！不仅让那些士兵伤势痊愈，同时让他们好像打了鸡血，一个个都成了狂战士。更可怕的是，就连战死的士兵都能复活，这莫非是神话版三国吗？你正在震惊之中，还没回过神来，便发觉周身悚然一寒，猛然看去，竟发现张角正面色平静地看着自己。瞬间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头洪荒凶兽盯上了一般。他能看到我，不过张角很快便收回视线，注视着远方的战场。等你回过神来，便发现自己又掌握了新的术法回春，简简单单的2个字，作用是恢复伤势，治愈病症。而这就是刚刚张角所释放出来的神通。你不由得猜测，将回春掌握到更高境界。先长，御史大夫求见。正此时，宫女轻柔恭敬的声音从殿外传来。御史大夫，如果记得没错，祈雨仪式结束后，除了女帝，其他所有人都是要离开皇宫的。怎么御史大夫还没走？你微微挑眉，让他进来吧。很快就有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响起。王重阳见过先长，向你简单介绍了自己之后，他抿了抿嘴，最后出声说道：“贸然前来也是无奈之举，我有一事想话。”未说完，便被外边传来的宫女声音打断：“先长，太尉求见。”你与王重阳对视一眼，都是有些沉默。明明之前都各自分别要离开皇宫了，结果先是来了一个御史大夫王重阳，接着又来一个太尉，这是在搞什么地下党接头？然而人还没进来，紧接着宫女便再次弱弱的开口：“先长，郎中另请求。”没一会儿，殿内就已经坐了数十人，可以说除了女帝，其他所有参加祈雨仪式的人都来了。你视线扫过众人，说个不好听的，有这些人在，别说造反，就算改天换地另立新朝都不是不可能。这么多大官齐聚于此，还就女帝一个人没来，怎么想都不合适。就在这时，宫女通报之声再度响起：“陛下驾到。”随着一道尖细传报声响落下，一名身着龙袍、身姿温婉绝美的女子缓步走入大殿。一众大臣见到女帝亲临，当即收起心底心思，纷纷躬身行礼。女帝冷眼扫过殿内众人，暗暗在场的人记在了心里。御史太尉丞相连同3公9卿麾下心腹官员尽数到场。好，很好。李先长离开之后，朕说的什么？众位爱卿可还记得？群臣闻言反应不一，而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沉默，同时也将姿态放得更低。女帝将这些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泛起阵阵凉意。朕让你们离开皇宫，你们却暗中前来宣清殿叨扰先长，此乃何罪？他冷眼望向御史大夫，该当何罪？王重阳默然片刻，随后跪下叩首：“吾等有罪，望陛下责罚。”
随着他出声，其余众人也纷纷叩首请罪。一时间，偌大的店内气氛一片死寂。女帝揉了揉眉心，没有理会他们。其实她也有着一点点的私心，所以其余仪式刚结束就催着群臣离开，然后打算找机会前来拜见你。但没想到这些大逆不道的家伙竟然早已捷足先登，反倒是自己落了个后。你们都下去吧，朕现在不想看到你们。随着女帝一声令下，群臣没有犹豫，再次行了一礼后便直接离开大殿。抱歉，让先长见笑了。你摇摇头，人有欲，然后有所求，再正常不过。女帝坐下后和你简单聊了几句，便提到了自己此次前来的诉求。不知仙长除了呼风唤雨、赵雷引电，在医术一道上可有见解？你点了点头，谈不上多么精深的见解，只是略懂一二罢了。女帝来的时候倒也挺巧，如果是之前你肯定会说不懂医术，但掌握了回春之术后，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你的医术更强。仙长的手段朕是相信的，对于凡人，仙长您的医术必然超凡脱俗，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实不相瞒，朕想请仙长出手为太后医治顽疾。你答应了女帝的请求，但在治病之前，你还找了个需要寻找药材的借口出去。这个借口自然是假的，出去的真正目的是调查太后，了解这个人到底如何。若是残暴昏聩，那你不仅会不认账，还要反手送这个老妖婆归西；而若是温和待民，你自然会出手相助。如此一来，便也算功德一件了。随即趁着夜色尚未完全降临，离开了皇宫。可就在你在路过一处山头时，却遇到一家善心的猎户。他看你浑身衣服破烂，身材瘦弱，以为是个活不下去只得来山上找食的游方道士，于是背着你回到了村子，并将你带到家中好生招待。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帮农户打猎的时候，也会装作无意的聊起和当今太后有关的事情。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提起太后之时，猎户周易的神情便肃然至极。道长，你有所不知，太后对我有大恩。周易一边说着，一边拉开自己的裤腿。原来年轻时的周大哥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小腿，一次偶然他到王都售卖猎物的时候，正好碰到太后私访民间。当时太后见他缺了一条腿，便不仅买下来他的狩猎的野猪，还赠给了我一只从大秦得来的墨家机关腿。正因为有了这墨家机关腿，我才能行走跑步皆如常人般轻松。你闻言点点头，对太后的观感不错。而在周易叙说着往事之时，皇宫的大殿内，女帝和群臣正在例行朝议。说完民生之事，便见有人站出来拱手说道：“启禀陛下，自那日仙长离开皇宫，便不知所踪了。即便臣调动王城内的禁军整日搜寻，也无法再找到仙长。臣之无能，望陛下恕罪。”听完来人的一番话，女帝沉默良久，方才摆摆手示意他退下。朝堂上同样默然，气氛很是低沉。很多朝臣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可心里却极为焦躁。而这些人中，有以御史大夫王重阳为最。他原本是想请你为发妻医治怪疾的，为此甚至不惜违逆圣意，第一个来到宣清宫寻求你的帮助。待到朝议结束，群臣散去，女帝走到殿外，抬起头望着苍穹：“仙长，你自己说的，离开皇宫是为了寻找药材，希望不要欺骗朕。”另一边，大汉一众使节此刻也有些焦急。从某个方面来讲，他们比前朝君臣还希望将你给拐到大汉。大汉当今天子虽然还远没到衰老的时候，可却已经命人寻访仙道数年之久，结果只是寻到了一群没有真本领的方士炼制的仙丹，吃死过不止一名是药童子的。对使节们来说，倘若能将罗恒这位真仙长请到大汉施展本领，那么陛下必然会龙颜大悦。翌日清晨，你和周易二人起了个大早，就为了将昨日打猎的熊皮带入王都卖个好价钱。你们搭了辆驴车，不一会就来到了王都城门口。可就在这时，忽然有几道窃窃私语声传到你的耳朵里，眼睛都放亮点。如果发现了仙长的踪迹，一定要赶紧汇报。现在已经不只是陛下对我们下令了，而是诸多公卿勋贵都在施压。你抬眼看去，便见交流的都是守城的军士，这些军士神情凝重严肃地盯着所有出入王城的人，弄得气氛无比肃穆。忽然有一名军士感受到目光，下意识看了过去。当看清你的面容后，他便直接愣在了原地。是真的吗？那是仙长吗？军士迅速回过神来，当即准备跑过来向你行礼，可还没得及有所动作，就被你一个眼神制止住。很快就轮到二人进城，这时军士们也都看到了你的面容，在检查二人的时候，他们心里都是咯噔一下，生怕因为动作太过粗鲁而得罪了仙长。而当你和周易进入王都之后，最先看到你的军士立刻神情严肃至极：“你们先驻守于此，千万莫让仙长又折返离开王都。”说完他便快步跑去，要将碰到仙长的事情报告上去。长街繁华，摆摊的小贩随处可见，两人一边聊着，一边来到买卖皮草的铺子。店铺老板见有人进来，顿时脸上露出笑容：“二位可是要兜售皮草？”“是的，我这里有一张黑熊皮，品相不错，你看看要吗？”周易说完，将黑熊皮拿出，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展开，让店铺老板看看。可当老板再仔细看了一遍黑熊皮后，脸上渐渐浮现出惊异之色。当真奇怪，如此硕大一头黑熊，除了头颅之外，其他部位竟然再无变形损坏之处。周易闻言却是神秘一笑，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黑熊乃是我们那里的山神所杀。当时我和这位小兄弟被其逼入绝境，眼瞅着他那血盆大口就要将我脑袋撕咬下来，忽的一阵无比狂暴的烈风袭来，瞬间便将他吹得丢了三魂七魄，没了凶劲儿。你站在一旁淡淡一笑，这黑熊自然是你用术法偷偷眩晕，好让周大哥将其斩杀，这也算是对得起他这几日对你的照顾。将皮草以一个好价钱卖出去后，你和周易二人便准备返回村子。与此同时，各方朝臣都已纷纷得到仙长踪迹的消息，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另一边一个王府内，这里是御史大夫王重阳居住的宅邸，也是大前势力最强大的门阀。王重阳坐在榻边，握着妻子干瘦的手掌，强忍着心中悲伤，露出笑容说道：“淑儿，你好好歇歇。太医给你开的药苦虽然苦了些，可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喝了它便会有效果。”而躺在床榻上的女人只是安静地听着丈夫的话，脸色苍白却恬静，唇角微微翘着，望向丈夫的眼神里满是温柔。末了，王重阳笑道：“你还记得前几天那场覆盖王都的大雨吗？就是那位
位仙长做法器来的，只要我把仙长请来，那你的病症便定然可以迎刃而解。就在这时，屋门被突然敲了敲，一道恭敬的声音响起：“老爷，李仙长的踪迹找到了。”王重阳起先还因为被打扰而皱眉，在听到话里内容的时候，心脏骤然一跳，莫大的惊喜之意萦绕全身，让他又喜又急。舒儿，我先去拜访一趟仙长。说完，王重阳便快步离开屋子，强压下心中喜悦激动，冷静片刻，向来人询问。在得知仙长在被守城军士认出来以后，还用眼神示意他们不要声张。王重阳蹙眉沉思起来，不过很快他便忍不住摇了摇头，不管仙长有什么深意，我都要去拜访一趟，不过态度必须要恭敬，万万不能引起仙长的恶感。找到仙长踪迹的消息，先是传入皇宫之中被女帝得知，接着便是三公九卿以及一众勋贵集团，他们在得知消息后反应不一，有像王重阳这般因为各种原因必须要前去一见的，也有稳妥为主打算徐徐图之的。可无论哪种反应，都让表面依旧平静的王都在常人无法看见的暗处掀起了惊涛骇浪。而在此时，你和周易已经回到村子，将黑熊皮卖出去赚了不少钱，心情都很是不错。可这时刚到了房屋门口，接着便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响起。这块田分明是我们家的，你为什么要抢？呵，小姑娘不懂就不要乱说。什么你们家的？我实话跟你说，你们家的地在周易这个死瘸子回来之前就是我们的。之所以让你们耕种，也只不过是让你们用一段时间而已。而且你们家周易是个瘸子，大儿子傻愣愣的，脑子说不定还有问题。就连你也不过是个女娃娃，迟早嫁出去，这田留着还不如给我们用。只见此刻屋门口站了4人，其中2人自然是周大哥的儿女周大顺和周巧巧，而另外2人则是一对母女。男的看上去一副混混的模样，还一直贪婪地盯着周巧巧看；女的则60来岁，一脸凶相。周大顺是个老实人，虽然被说得气愤不已，可也只能在原地受气。周巧巧气得脸蛋通红，她毫不退让地开口反驳：“我们家耕种的田地是有田契的，虽然以前地是从你那里来的，但却是阿爹花了银子买的。最后我还要你为骂我爹是瘸子、骂兄长傻道歉，不道歉的话，我就把你胡搅蛮缠的事捅到官府去，让官老爷为我们做主。”那一男一女听完后，却忽然间笑出了声：“笑死我了，还不许我骂你爹你哥？我就是骂了你又能如何？”女人讥讽说完，便指了指身旁的男人，对周巧巧说道：“反正我话撂这里了，你家的田地我要了，你要真想留给那2个废物，但之前伺候我儿子的姑娘偷着跑了，看你长得还可以，作为交换，干脆就过来当个小妾吧。实话跟你说，王都官府的县衙里有我们家的亲戚，你要是不肯嫁，那我也能有无数种手段让你心甘情愿的嫁过来。”见到这一幕，还没等周巧巧做出反应，周易便赤红着眼睛冲了上来，站到女人的身前，死死盯着她。“你想干什么？”猛地被一个身形高大的汉子挡在眼前，女人被吓了一跳，脸色有些发白。不过她在见到这人是周易的时候，便又放下了心，心里已然意识到对方投鼠忌器。想到周易知道他们有县衙背景，有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便愈发有恃无恐。那女人的混混儿子看着周巧巧，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忽然被一道淡漠的声音打断：“你说周叔是瘸子？”你漠然看着女人，那如同看待垃圾般的蔑视眼神，让女人血压顿时飙升。可就在下一秒，只见你伸出右手，指尖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玄妙符文，点点荧光汇聚在符文上，化作一条星河流转不休，极为神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看愣了。你对着周易平静地说道：“周叔，把机关腿卸下来。”周易听到你的话没有犹豫，立刻照做。那日你单腿被我下山路，今日我续你一腿。行走跑跳与常人无异。言罢，你指尖轻点周易的断腿处，施展回春之术，虚空中的玄妙符文瞬间一成，下一秒化作流光涌入周易的大腿。周易只感觉一阵奇痒之感生出，一眨眼过后，奇痒感消退，不可思议的一幕也随之出现。原本空荡荡的裤管，立刻和另一只完好的腿一样被撑起来。如此震撼的一幕，将所有人都惊得神情大骇，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断肢重生，这不是神仙话本里才会出现的吗？能有如此手段的，肯定是仙长。村民们纷纷议论起来，看着你的目光也从一开始的震惊转变成炽热。既然仙长能够如此轻易的就让周易长出断腿，那么治愈伤病、延年益寿，甚至是长生不老，在面对着未知神秘的事物时，人们的想象力与欲望都呈几何形式的暴增。此时已经有人目光闪烁，心想要不要冲上前去跪在地上求仙长收他为徒了。处于事件中心的周易看了眼自己的腿，又看向神情淡然的你，忽地回想起自己当初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样子。那时你身上虽然道袍脏兮兮的，可举止气质皆是异于常人，自己当时却以貌取人。看他年龄小，便觉得他是故意扮成这样讨饭吃的假道士。现在回想，真是感觉自己太过可笑了。可不料下一秒，地面微微颤抖起来，自远处忽地传来一阵响亮的马蹄声，紧接着出现的是一行颇为浩荡的车马队伍，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的出行所用。一众村民看着这一幕，皆是有些难以置信，他们这个小村子为何会有这么气派的车马前来？要知道如此架势，即便放在王都里堪称少见。马车停下，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筋骨强健的侍卫们守在前面，让车厢里的贵人安全下来。王重阳缓缓走出，视线一下子就落在了你的身上，没有犹豫，他立刻快步走到你跟前，恭敬一礼：“王重阳见过仙长，仙长这些天不知所踪，当真是让我等一番好找啊！”你摆了摆手：“不必多礼，我这几天离开王都也是有要事去做而已。”见到二人谈笑风生的样子，村民们便也只得远远望着。周易脑子也有些晕乎乎的，只感觉事态的发展如过山车一般刺激惊险，可以说过去几十年自己经历的震撼都没有今天一天来的强烈。这时有一名侍卫打探完村里发生的事情，迅速向王重阳做出禀报。王重阳得知后皱了皱眉，冰冷的目光投向那泼妇和混混。仙长，若是没错，方才这2人对周易阁下出言不逊，还想要抢田地。你点点头，的确如此。
此，那田地本就是周易家的，可这泼妇竟然又来强抢，还称自己有王都县衙的关系做靠山，因此有恃无恐。闻言，王重阳神情一肃，此事我必然会详查，不然便对不起御史大夫之职。随即便命人把那两人先抓起来仔细审问。二人在惊恐的叫声中被带走。接着你和王重阳以及周家人进入屋子。周易还好，毕竟活了这么些年，经历不少风浪，因此还能维持着基本的淡定。可像周大顺和周巧巧，在知道你乃是前些时日让王都降下大雨的仙长，以及王重阳御史大夫的身份后，整个人都手足无措起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招待二人，因此做起事来小心翼翼，生怕有所怠慢。入夜，你坐在椅子上轻品着茶水。今天王重阳来也在你的预料之中，可以想象日后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因此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周家人和村里其他人，你必须尽早离开。正好这些天下来，你对太后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此次回王都便可以看看他对方病症如何，履行诺言为其治病。就在这时，屋门忽然被敲响，随着门被推开，正是周巧巧。她虽然进入屋中，却不敢与你对视，只是低着头，脸蛋烧红。仙长，巧巧冒昧打扰，是为了感谢您为爹爹再续一腿。听到周巧巧的话，你温和一笑，不必多言。当日周叔以单腿背我下山，便是结下了缘分，而且周易是个善人，自己在帮他续腿之后，还能解锁天书新的法术。闻言，少女抿了抿唇，低声道：“曾经我因为在山间采药，一个失足差点就要坠下去，多亏爹爹眼疾手快将我给拽住，方才没有出事。可爹爹却因为动作过急过猛而崴了下，旋即跌入山谷。可以说爹爹之所以会断腿，就是为了救我，是我害他出事的。”在叙说往事的时候，周巧巧的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愧疚与痛苦之色。仙长今日为爹爹续腿，巧巧真的很感激。说到这，他已经跪在了你身前，郑重而严肃地向其磕了3个响头。仙长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只愿……周巧巧声音低低的，有些怯怯的。你虽然传承了太平要术的3卷天书，可自己也是个男人。听闻少女如此说，心中怎能不起涟漪？不行，不可以，打灭！你突然起身，两只胳膊交叉，比出了不可以的姿势。虽然挺诱惑人的，但若是仅以报恩为理由现身来作为报答，这种没有真情真爱存在的报答方式，我纯爱战神罗恒绝不答应。你神情严肃，瞪着面色惊诧的少女。周巧巧在听完你说的话后，愣愣地跪在原地，脑袋有些宕机。好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脸蛋上霎时血红一片。不是，仙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巧巧愿为您鞍前马后，虽无以为报，却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不是您想的那个意思。特喵的，小说物，这事情的发展怎么和小说里的不一样啊？看着少女磕磕绊绊地解释着的模样，你有些绷不住了。在周巧巧离开后，你方才盘坐在床榻上，思绪渐沉，开始查看天书又对自己开放了哪门术法。一片柔和的微光中，你伸手轻触天书，便知道了新术法的名称和作用。开启后，目之所及可晓善恶，也就是说，在你掌握天眼后，只要开启，就能看到哪些人是善人，哪些则是恶人。毫无疑问，这对你未来施法救人极有用处。毕竟你不可能对为非作歹的恶人施以援手。翌日，你在以王重阳为首的王家人亲切而热情的欢迎中，进入了王府。因为你与王重阳约好，帮其妻子治愈疾病，而王家则要庇护周易一家人。见内在数年前便患了此怪疾，起先前来诊断的大夫说只是有些体虚，并无大碍，平时注意休息即可。可到后来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愈发加重。现在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一天中也仅有3-4个时辰清醒，其他时候皆在沉睡。屋内，王重阳紧紧攥着妻子枯瘦的手腕，神色痛苦地说道：“你闻言不由默然，疾病真是夺人性命的大敌。”随即你伸出食指，在虚空中轻轻画出一道玄妙铭文，下一秒，点点星光骤然浮现，被星光萦绕的符文便飞向女人体内，霎时间绽放莹润光泽。回春！你轻喝一声，就见原本还病怏怏的女人，苍白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气息也变得愈发平稳。一旁的王重阳就呆愣却震撼地见证着这一幕，这种感觉实在难以置信，就仿佛阎王爷钦点要死的人，被仙长施展如此手段，便倏然之间从生死簿上划去名字一般。水，女人沙哑的声音传来：“舒儿，来喝水。”王重阳颤动着手拿来盛着水的小碗，递到女人唇边，一碗喝完，又是一碗，2碗水急匆匆喝完，女人的神情方才彻底轻松起来。不一会儿睁开双眼，入目所见便是夫君和另外一名身着道袍的青年。夫君，这位是为你治愈怪疾的当世真仙。王重阳言语之间充满了激动。秦叔闻言也是当即反应过来，没有犹豫，他立刻下床，不顾王重阳的搀扶，用力磕着头，多谢仙长救命之恩，秦叔永世难忘。看到妻子磕头，王重阳也当即跪下去，向你磕起了头。这一刻，他不是当朝三公，而只是一名见证妻子被挽救的普通人，一位深爱着妻子的丈夫。虽然在仙长看来，这些凡俗之物不值一提，可也是我们的一番心意，还望仙长收下。王家大堂中，有一排排侍女连步轻移之间走来，她们双手捧着盖着红布的托盘，里面放着的都是真金白银，1000两黄金，1000两白银，还有王都里比较靠近皇宫的3张地契。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没想到王重阳的态度却是坚决无比，他直接吩咐管家把这些金银之物送往那3座宅邸之中，莫要毁了仙长眼睛。此番过后，你直接摇身一变，从原来身无一物的清贫仙长，变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家翁。就在这时，大堂外忽然有下人匆匆跑来：“老爷，汉使求见。”听到下人禀报的消息，众人下意识望向神情平静的你，便知晓汉使应当是得知了仙长驾临王家的消息，于是趁着时机赶紧来拉关系了。对了，老爷，他们来的时候说的是常会携汉使前来拜访王家。王重阳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便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个来自大汉的老狐狸城府极深，对时机的把握极为精准。他此次前来的目的，肯定就是为了和仙长建立联系。对此，王重阳立刻警觉起来。常惠此人过往的事迹可谓是一代传奇。年轻时常他作为苏武的副使出使匈奴，却被扣留19年。后来他出兵西域，击败长期控制西域的匈奴，并团结乌孙、莎车、疏勒，打败龟兹，使丝绸之路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更使得大汉的威名远扬西域，强盛国力尽显无疑。而他当初能游说西域诸国与龟兹一战，便足以证明他口才之伶俐强悍。常惠如此能说会道，可别把仙长给拐跑了。王重阳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这样的感慨：虽然大前各方势力不是铁板一块的，甚至常常有所摩擦，可如今面对着这种特殊的情形，他们便必须要暂且抛去对彼此的成见，务必将仙长留下。请汉使们进来吧。不久后，大堂之上，常惠等汉使和王重阳客套一番后，便将目光投向神情平静的你，出声道：“王大人，我等与仙长有密事要谈，不知……”王重阳点点头道：“那我等便先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他便带着其他人离开。不一会，偌大的厅堂中只剩下几位汉士以及你了。这时，常惠开口：“在下携汉朝亲善之意而来，便请仙长得闲时前往大汉，一赏异国风情。我大汉君臣与一众百姓都殷切盼望着您的到来。”你闻言当即拱手：“汉使言重了，大汉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来此世极繁盛鼎泰之国，未来必会前去一观。”常惠笑呵呵的点点头，同时命左右取来一个奢美华贵至极的小盒，随后将之缓缓打开，前雕汉字，后着一幅巧夺天工的仙人玉风图。实不相瞒，大汉在前朝王都之中安排了些人手，持此玉牌，可在诸如茶楼、商行之类的地方传唤他们为您效力。常惠笑呵呵地说着，可却没具体解释他口中人手的含义。不过即便不解释，你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说得好听点是案子，不好听那就是间谍。对于这些案子，常惠却愿意代表大汉将他们的使用权共享给自己，足可见其心意了。随后双方都做足了礼数，言语之间也及时和谐，到最后就从彼此闲聊成了互相吹捧。不久后，刚送走汉使，王家就迎来了一名衣着华贵的老太监。他在见到你时便立刻微笑行礼，随后开始宣读圣旨。你听完诏令内容，点了点头。圣旨自然是女帝下定，其中内容也很简单，大体意思就是你之前明明答应过朕的，用个几天离开黄州采药，可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在欺骗朕？虽然如果是的话，朕也拿你没办法，可如果不是的话，就麻溜进宫，别让朕跪下求你，一国之尊。话语却说的却这么卑微，你对此没有犹豫，直接动身跟老太监前往皇宫。然而就在你和老太监行于公道，却忽见一个小皇子，他见宫里的太监一副对我毕恭毕敬的样子，平日就趾高气昂的熊孩子顿时来了火气。来人！此贼公然行骗，招摇宫中，无耻之有，还不速速拿下斩首？难不成还留着过年吗？这小皇子说的话刚出口，就让在场之人全都为之悚然。殿下竟然说李仙长是骗子！太监们原本就白净的脸蛋顿时愈发惨白。毕竟一位是与当朝女帝关系极好的皇帝，一位则是呼风唤雨的仙长，无论哪一位他们都得罪不起。不过让太监们出乎意料的是，你没有生气，而是缓步走到那小男孩身前。你为何会觉得我是招摇撞骗的骗子？小男孩闻言扬起头，一件神异手段，不敢苟同阁下乃是仙长，更何况我是师父曾言，世上本无仙神之说，仙人神奇之流，不过都是凡人欲望交织而成的幻梦。你这人也心术不正，利用人欲来塑造神仙形象。听完小男孩的这番话，你忍不住轻笑起来，而一众太监们则正好相反，被吓得浑身哆嗦起来。仙长，老太监见你发笑，以为你是被气笑了。殿下年幼无知，此番无理无智之言，还望仙长莫要生气。你摆了摆手，你刚才的那番话是跟谁学的？我师从庞公。怎么，大骗子，你还想找师傅立论一番不成？你摇了摇头。你师傅能说出那番话，倒也是个妙人。在你未得仙缘之前，我就是如你师傅那般想，相信世上本无仙生，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说完，你对还在发抖的老太监温声道：“走吧，继续带路，别忘了还要为太后治病。”老太监闻言咽了口唾沫。仙长这边请。另一边走在公道上，你询问道：“不知庞公是何许人？”老太监笑笑，沉吟一声：“庞公姓庞，名凤德，字公仪，幼时起便机敏过人，智慧非凡。他一心钻研数算、天象、地理之道，亲手所造器物推广开来，曾造福大前百姓。只是他的性格却也着实怪异，先帝曾亲自拜访他，结果被拒之门外。后来装扮成老农样子，他方才开门让进。而他即便开了门，在发现老农实乃先帝扮作后，也丝毫不以礼相待，反而斜眼视之，不遵帝言。后来当今陛下继位，也曾亲自相请入朝为官，结果同样被拒之门外。听完老太监的介绍，你心中便勾勒起一个真正狂人的倔老头形象。两朝皇帝都拒之门外，由此可见，此人若非大才，早就被以对帝王不敬的罪名处死了，说不定第二天就离奇死于屋中，被中8箭。这时你们也到了太后所在的寝宫前，你看到了女帝和一名躺在榻上的美妇人，而除了这两人，寝宫中还有许多衣着华美的女子。仙长，你来了。女帝见到你便站起身来，你点点头，但心中却是升起了怪异之感，因为自进来开始，那些女子的目光便齐齐落在你身上，一直被这样盯着，自然感到怪异。可还，她轻声咳嗽了一下，随后向我介绍道：太后因病整日躺在榻上，很是寂寞，
便让太妃们前来陪他。虽说女帝执政期间，宫中的规矩已经宽松了很多，但在对男子的管控方面却前所未有的严苛。可以说，皇宫之中除了来大钱贸易的汉士们，其他地方一个带把的都没有，不是太监就是宫女。而太妃们大多在30-40岁左右，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却因为先帝驾崩，又不能与其他男人接触，别提多难受了。被一群伪装成狐狸模样的虎狼盯着，饶是心态平淡如你，也有些招架不住。接着你快步走至太后榻前，好个端雅温婉的美妇，但不知为何，太后身上还有股隐隐的洒然豪气。仙长，女帝看着我，面无表情的出声叫了句：“你瞅了她一眼，又收回视线，真是个丫头片子。”虽然你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看了她一眼，但莫名的女帝觉得这眼神对她很不敬，心中也忽地升起一阵无名怒火。可眼下母后还需要此疗救治，她也只好忍着。天眼开，没有犹豫，你先是将天眼开启，看看太后是善是恶。这一刻，你的眼前闪过一幅幅画面：烟雨之地，持剑少女手起剑落，斩杀数名拐骗孩童的人贩子；儒雅书房，温婉女子视线扫过那些价值千金的古籍，最后摇了摇头，将之卖掉，换来的银钱全部买粮做粥，送给饿得只剩皮包骨头的灾民。走在王都街道，见一断腿猎人面色凄苦，猎物无人购买，他不仅买了猎物，还赠与猎人一只鸡冠腿。当最后一幅画面消散，你也回过神来，双眸中满是敬意。这太后了不得，大钱因她而继续活下去的百姓更是多得数不过了，如此善人必须要救。见过仙长。榻上的太后刚刚被天眼注视，缓缓睁开双眸。太后无需多礼，接下来太后便放心吧，身上的病由我医治即可痊愈。太后艰难合手，随后开口道：“仙长，由于年少时的一些经历，我身上还有些暗伤，和疾病并发之时，药石难医，您尽力而为即可。”说罢，他又看向女帝，神情温柔：“即便仙长最终没有治好母后的病，之意你也不要为难他。”女帝闻言瞥了眼你，心中暗暗腹诽：这位仙长神通广大，自己何能为难他？这么关心他，别到时候女儿被他为难了，你才后悔。此刻你不禁心中思索起太后的身世。从天眼展现的一系列画面来看，太后年轻时应该是混江湖的。你没再多想，伸出食指，在虚空之中画出一道玄奥神秘的符文。随着你于虚空之中画出一道玄奥神秘的符文，下一秒符文被轻轻按在太后身上，无穷无尽的莹润光辉也纷纷涌了进去。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见原本还病怏怏躺在榻上的太后，脸色瞬间变得红润如常，还从榻上坐了起来。母后，女帝见状连忙上前准备搀扶住，可太后却在轻轻拍了下她的手后，没再让女帝搀扶，而是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注视下，缓缓下榻，慢悠悠绕着寝宫转了几个来回，当真是难以置信。不愧是仙长，此等神异手段与真仙无异。之意，哀家已经完全恢复了，感觉现在身子比常人还要硬朗呢。没有人比太后更清楚，她自身的伤病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从年少为侠，与人搏杀时留下的暗伤，到嫁与先帝为后，期间被人下毒，虽然毒被解了，可从此身体便每况愈下。眼瞅着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你只是轻描淡写的施展了个仙人手段，便将自己从阎罗王那里活活拽了回来。看到恢复伤病痊愈的太后，女帝心中激动万分，也不顾什么帝王威仪了，朝着你便躬身一拜：“江之仪，谢仙长出手救下阿母，此恩此德，铭记终身。仙长之恩，朕愿以国师之位许之，全力上旨比3公。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前往国库任意取5件东西。”一番话说完，女帝凤眸灼灼地盯着你，眼神真挚。然而说实话，以上女帝所允诺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不过直接拒绝的话，也未免打她脸皮，反正收了也不亏，不会掉块肉什么的。于是你便拱了拱手作揖道：“既然如此，那便多谢陛下赏赐了。”女帝听到你的回答，毕竟这种赏赐便已经是她能做到的极限了，若是再进一步，那还能赏赐给你什么？皇后之位吗？或者说皇夫之位？入夜，你坐于榻上，自从为太后医治了伤病后，天书便又对你开放了一门术法，莫名的，你有了种前世玩抽卡游戏时的感觉，又有些像开盲盒，非常期待能抽出来一个让人感动无比惊喜的术法。天书翻开一页，仔细的看完后，你的脸上浮现惊讶之色，自己这次掌握的术法竟然是撒豆成兵。倘若我用无数豆子做到冰，必要时刻一甩，那即便不用其他手段，也称得上一人成局。不料这时一股浩荡却诡秘的洪流骤然将你席卷，视线一转，却是来到了一处血流成河的偌大战场上。这战场上无数高大的军族不停冲杀，一刀一个斩杀着作为敌人的黄巾军。我这是又来到了3国黄巾军起义的时期吗？斩了这些逆贼，将他们的尸首献于远公！军士们齐声嘶吼，周身血气萦绕，凶残地盯着绵羊一般的弱小黄巾军。这是袁绍的军队在镇压黄巾军吗？你不禁心想，接着又将视线投向节节败退的黄巾军。你目光一扫，却迟迟未见黄巾军领袖张角的身影。不料下一秒，战场之上异变突生，只见先是天穹剧烈翻滚，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响声，一只黄天巨眼倏然撕裂苍天，漠然地注视着地面上恍如蝼蚁的所有军士。那是天眼吗？这一刻，你看着那只眼人都愣了。自己虽然也能使用天眼，但却只能用于看到人之善恶，更别提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外显于天穹了。不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天地间一道道玄妙气体化作滚滚涌动的长河，倒流向黄天巨眼。接着手持9节杖的高大身影忽地出现，一挥大袖，骤然撒出无数豆子，眨眼功夫就化作一尊尊威势恐怖的黄金巨神兵。一尊尊数百丈高大的黄金力士行走在战场之上，仅仅是迈动脚步掀起的风浪波动，就将大片敌人卷起飞向远处。战争的局势已经远远超过凡俗层面，即便袁绍军队的士卒血气在旺盛，面对着这种无异于天灾般的恐怖黄金巨神兵，也难有反抗之力。你看着这一幕，心中的震撼自然极大。不过就在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毕竟张角都拿出了此等可怕的手段，袁绍军队的那些气血武者又该如何与之抗衡？可就下一秒，袁绍军队后方，一名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将领缓缓走出大帐，他望着那一尊尊轻松屠戮军士的黄金力士，脸上露出浓浓的忌惮之色。但在忌惮，他也必须为自己的主公战斗。只见他身上骤然出现强烈的吸力，这吸力很快就将军士们的血气吸过来，一瞬间天地色变，一尊比之黄金力士还要高大的浩瀚军魂巨人矗立在战场上，模样和那将领一致无二。杀！军魂巨人的身形达到了1000丈之巨，这放在三国里也是顶尖程度了。二三子，莫要惊惧，今日吾等必将取妖师张角首级，献于元公。下一秒，军魂巨人嘶吼出声，伸出巨手便拎起一个黄金力士砸在地上。很快，这尊被疯狂轰击的黄金力士就支撑不下去，当场轰碎，庞大的身躯化作破碎的豆子和玄妙气体消散。你看着这一幕已经有些妈了，好家伙，这个三国世界都是开高达的吗？然而下一刻，就见前方空间一阵剧烈扭曲，荡起无穷涟漪，紧接着黄金军领袖张角便出现在你的面前。他透着深邃之意的眸子扫了你一眼，眼神渐渐柔和起来，随后轻轻挥动手中的9节杖，接着天地间的浩瀚气体源流就凝聚成了一只一模一样的9节杖，屈指一弹，这9节杖便撕裂虚空，直接落在了你的身前。你表情惊讶，正想要问些什么，转瞬间又回到了现实当中。你坐在榻上有些发愣，随后想起刚刚的一幕，当即心念一动，倏然间就见一只散发着玄妙气息的9节杖出现在身前，伸手碰了下9节杖，刹那间感觉眉间天眼忽然涌出炽热之感，旋即又化作道道温暖泉流温养周身。你闭起双眸，天眼却在同时散发着柔和白光，令你不仅看到正常视野，还望见天地间丝丝缕缕的玄奥气体。所谓的气是代表天地万物的一种力量，诞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而在将气体炼化之后，你便可以利用气体施展术法神通，说不定就能得到如张角的黄金力士那般的百丈黄金巨神兵。到时候自己如果坐上去，操控着宛如山岳的黄金力士，那可不就是开高达了吗？光是想想那种场景，你便感觉有些兴奋。翌日清晨的朝堂上，女帝说完今日事宜后，凤眸扫过群臣，众位卿家可还有事要奏？陛下，臣有事要奏。王都自上次仙长祈雨降下雨水后，若是王都再次陷入干旱绝境，又该如何是好？此言一出，无论是女帝还是朝臣们，都感觉有些头疼。王都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在仙长祈雨之前便干旱了许久，即便朝廷下令从各地抽调水源来王都，但在那时的严峻形势之下，依然活活渴死了不少人。不然女帝和群臣也不会被迫找一名招摇撞骗的仙长来祈雨了。王都久旱绝非寻常，想来应当有妖邪作祟，若是让仙长出手，必能轻易将之解决。这名官员说完最后一句，便退了回去。与此同时，你也在思索着该如何调查王都干旱的原因。毕竟之前女帝为了调查干旱原因，可是先后派了禁卫和专门官员，那么寻常手段自然就没用了，因此也只能动用一些特别手段了。没有犹豫，你直接开启天眼，下一秒眉心之处一道莹润光辉倏然浮现，接着光辉散去，一只散发着玄奥道韵的淡墨树眼出现在半空中，由上而下的俯视整座王都。仔细搜寻了半天，你方才发现王都里有一道气出了问题，于是你将意识回归肉身，当即施展呼风之术御空而行，顺着气脉延伸的方向追去。没过一会儿，你来到一处郊外山岭，而气脉延伸的方向正是山岭深处。稳健起见，你直接施展撒豆成兵之术，先唤出了一尊连纹道兵，让道兵护持在自己身侧。看着他那高大壮硕的身形，你只感觉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出现。然而越到山岭深处，四周便越是静寂。就在这时，你忽然听到了一阵诡异的声响，似乎是某种野兽在啃着猎物骨头的声音。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你竟看到了一头模样怪异的怪物。这怪物高约2米，形状像猿猴，却长着4只耳朵，覆盖在身上的毛发黑亮至极，仿佛披着无数钢针。此刻他2只大掌此刻正撕扯着猎物的残尸，不停地往长满獠牙的嘴里塞去。忽的他4只耳朵动了动，仿佛听到了什么，猛然扭头看向你的所在之处。他发现我了，你眉头一皱，迅速施展呼风之术，身形直接被烈风拖着闪到连纹道兵身后，随后当即一挥袖袍，接着便见2枚镌刻着神异道纹的莲子飞向半空。怪物目光被奇异莲子吸引，张大了嘴巴，猿猴一般的身体也猛地一跃，似乎想要将莲子给吞下去。可就在下一秒，莲子在倏然之间膨胀成了2尊1丈高的壮硕道兵。2尊道兵在怪物惊恐的目光下，朝着他张大的嘴巴轰然出拳，接连不断的重拳直接将怪物给砸懵了。原本凶煞的样子再也绷不住，他痛吼一声，眼睛瞬间赤红起来，身形暴起，利爪毫不留情地落在2尊道兵身上。见怪物彻底被2尊道兵转移了仇恨值，远处的你顿时松了口气。原本还以为这名为长佑的怪物极难对付，但现在看来，他连道兵的操控者都无法分辨。由此可见，长佑在智慧方面完全就是野兽级别的。此时，2尊道兵将长佑围起，4只比砂锅还要大的拳头不停砸出，将长佑逼到了死角。长佑躲闪不及，立刻被这拳打得倒飞出去，哗啦一声便重重砸在地上。这时的长佑已经
经浑身是血，他再无凶厉的气势，好似一只落水狗，被2尊道兵围起来痛打。就在你以为这场一边倒的战斗差不多就要结束时，下一秒，周围与水相关的气脉突然间暴动起来，宛若烧开的沸水剧烈翻腾着。接着，模样狼狈的长右血红的猛地张开大嘴，一道凌厉的水箭瞬间从嘴里凝聚起来，以极快的速度刺向道兵。不好，快闪！你察觉到极为强烈的危险，当即操控着道兵闪避。可水箭射来的速度太快了，即便匆匆闪避，道兵也依然被水箭射到。好在道兵防御强悍，只是肩膀处留下了一个凹陷的小坑。见道兵虽然没闪避成功，却接下了自己的水箭攻击。长右的脸上浮现一抹浓烈的怨毒之色，张开嘴又是一道水箭射出，一边让与其作战的2尊道兵按战斗本能行动，你一边看向身旁护卫自己的道兵，下了让他去帮忙的命令。哗啦一声，第3尊道兵也加入战场。既然2尊道兵还灭不了你，那边3尊道兵，你心念闪动之间，当即命道兵结成3才之阵，将凶相毕露的长右围剿，而你自己则苟起来，立刻动用呼风之术，飞到更远处观战。很快3尊道兵就将长右击杀。在这怪物死去的瞬间，磅礴气脉从其体内突破束缚，恍如汹涌奔腾的江河，只一瞬间便从山岭深处涌向外界，蔓延到王都。轰轰，王都之上如浓墨般的乌云汇聚，雷霆在此时化为雷池。当倾盆大雨落下的时候，雷霆便接连不停地出现，爆发出阵阵响声。大街小巷无数孩童冲出来，感受着哗啦啦雨水降下的清凉，笑容灿烂。大人们则一边笑骂着不听话跑出去的孩童，一边露出笑意，感谢上天又一次降下雨水。山岭深处，在击杀长右的同时，你脑海中的太平天书骤然绽放出刺目辉芒，一道渺渺声音仿佛从9天之上传来，极是轻柔，除去天孽大善。声音落下的瞬间，你便发觉脑海之中太平天书的旁边浮现了另外一卷玄妙古籍，封面的3个大字正是道德经。你下意识盘膝而坐，只感觉身体有暖流涌出。当你再次睁眼的时候，只感觉浑身都是一阵轻松，目之所及视野极为清晰，听力也得到了加强。我这是洗髓伐柔了，难不成道德经也是能供我修炼的？可还没等你继续深究时，太平药术放出一道刺目光芒，紧接着你便又获得一门新的术法——假形之术，地煞72神通之一，可变化外形，或男或女，或神情异兽，千变万化也。将所有信息接收消化后，你只感觉心中情绪无比激荡，这一趟自己真是赚大了。没再多想，你心念一动，只见3尊高大道兵倏然间化作3粒小巧精致的莲子，直接飞入袖袍之中，而自己则御起一阵清风，以极快的速度飞向王。刚到城门上方，你便发现这四周还在下着雨，等入了城后，地面湿润，空气也极为清新，不用想也知道，这绝对和长右被自己斩杀了有关。而皇宫之中，女帝和群臣早已在大殿上恭候你的到来，不知仙长是如何解除汉祸的。见你御风出现在大殿上，女帝忍不住好奇问道：“要知道，先前他们也曾耗费了大力气去调查，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为了不被逼到迁都的地步，君臣对于汉祸的调查可谓费尽了心力，差点将王都给掀了个底朝天。解除汉祸说来不难，只要找到招致汉祸的祸根，并将之除去即可。而我发现，这祸根乃是名为长幼的异兽。有典籍记载，这长幼本应是带来洪水的异兽，但不知为何竟然反转了命格，吸收天地水气，结果导致王都干旱。我在发现他后将之击杀，便是除去祸根。”一番话说完，群臣都是有些难以置信，这些字他们都懂，可为什么连在一起他们就不懂了？有大臣咽了口唾沫向你拱手：“国师大人，敢问那长幼是否难以对付？”接着又有一名朝臣站出来行礼道：“国师大人，那长幼除了多出来2只耳朵，其他莫非和猿猴无异？”看着更多大臣蠢蠢欲动的样子，你笑了笑，刚好试试自己刚获得的假形之术。接着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你不急不缓地拿起笔，在洁白的宣纸上开始画了起来。不一会儿，长幼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随即你轻轻抖动了下，哗啦啦，一道漆黑身影从纸上跃出，速度之快甚至出现残影，一下子便落在了大殿中央。君臣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瞪大了眼睛。只见长幼出现在了朝堂上，盯着众人的目光好似在看着鸡鸭一般的猎物。被如此一头怪物眼神冰冷而戏谑地盯着，无论是女帝还是一众朝臣，都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惊怖。收！随着你低喝一声，狰狞的异兽身形迅速变化，眨眼间就成了一滩墨水。当看到模样骇人的长幼消失在眼前，很多人才回过神来，下意识抬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这长幼当真是凶烈恐怖，难怪吸了王都的水，致使王都干旱。这时龙椅上的女帝开口道：“国师除去汉欢长幼有功，当赏赐黄金5000两，玉如意3对，良田1000亩，府邸3处。”吩咐完后，他又望向你询问道：“国师除了这些，可还有其他需求？”听到女帝的话后，你略微思索，诸如王都干旱这种非人所为的诡异之事，陛下可以交由我来处理。为了开发太平药术，从其中掌握更多的术法神通，你现在的目标就是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而若是能利用大前朝廷来帮他寻找此类事情，效率会提升很多。女帝闻言却是一愣，想不到国师提的要求竟然如此简单。说起来，国师提出主动处理诡异之事，那对大前来说还是好事一件。不久后待到夏朝，你便决定自己先行一步前往别处，因为据常会给的案子探报，他们发现在芒阳郡那边出了一件怪事。芒阳郡位处大前南疆，那里有一处古井，传闻是从数千年前开凿出来的。这古井甚是怪异，虽然水源充足，供养了一方村民，可以让喝下井水的村民仿佛受到诅咒。凡是喝下了井水的村民，尽皆变得贪婪而不知足，欲念强烈，就连品性也随之恶劣起来。曾有一位廉洁奉公的清贫庶子，
在前去任职的当天，便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了贪井的事情。他心有傲骨，自然坚信自己不会因喝贪井之水而变得贪婪。于是，在上任的第一天，便在众人的注视下取井水饮之。起初文氏性格不变，依然廉洁，两袖清风，可后来就出怪事了。这文氏虽然自诩清贫，但却忽然有一天被人发现府邸中藏着大量金银珠宝。一番话说完，你略微思索了下，虽然这事听起来比较离谱，光喝一个井水就能改变人的性格，可既然山海经中的异兽长幼都存在，那贪井之事说不定也可能是真的。不过现在就立刻断定真假如何，未免有些武断，具体的还得亲自去那边看一看。于是清晨便简单收拾好包裹出发，一直到了黄昏时分，你才在一处江边缓缓下落。此刻的你已经飞了一整天，于是打算在附近赵家客栈休息一番。然而你刚入店，就察觉到一道幽会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盯着自己，一旁还有一位搀扶着他的美貌少妇。老人华发一生，死气沉沉，少妇娇媚动人，眸中波光流转。而且难以想象的是，这美妇人竟然是如此老头的妻子。可没人注意到，在两人身后的憨厚青年眼底正闪过一抹痛苦之色。你跟在店小二身后，去2楼自己今晚将住的房间。与这3人擦肩而过时，天眼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微微睁开。你蹙起眉头，脚步顿了顿，转过头，看着走到客栈外那望着江面出神的老者，眼神深沉。夜色已深，客栈2楼一处房间中，青年看着对面的美少妇，笑容可怕。师傅应该撑不了几年了吧？你我平日里再给他喂些药，这不很快便能让他见阎王了吗？女人这时忽然问道。吴哥，你师傅将你拉扯长大，还教你习武，难道你就对他没有半点情感吗？吴德闻言冷笑一声，他以为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小村子之所以会被屠杀，就是他动的手。女人闻言愣了愣，既然他将你们村子屠杀殆尽，最后又为何会收你为弟子，还花了20多年来培养你呢？我不知道。吴德沉默片刻，但是我能隐约察觉到，他有时看我的眼神极为贪婪。不过即便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然而就在这时，女人的手掌仿佛化作利刃，猛然刺入了吴德的胸腔之中。吴德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阿蝶，你干什么？你不是没有武功吗？女人发出笑声，声音却是逐渐变得苍老凄厉，再无先前的半分娇媚清脆。接着在吴德惊恐的眼神注视下，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这原本千娇百媚的美少妇，很快便身形扭曲起来，化作了一个小老头，正是他的师傅朱翁。德子，你说的那些没错，但你既然有所察觉，那就别怪师傅心狠手辣了。师傅我到今年才活了120岁，还没活够呢。一边说着，朱翁的手一边在徒弟的胸腔里来回掏弄，接着便掏出来了一颗尚且温热的心脏。他看着从吴德身体里取出的心脏，眼里尽是贪婪与炽热。武者地心，真是充满了活力啊！从徒弟的房间离开后，朱翁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来到了另一间房前。他轻轻敲了下房门，道长在吗？见没人回话，朱翁的眼神渐渐阴沉下来。可就在这时，一道淡漠声音忽地从他背后响起，不知阁下找我何事？朱翁转过头，看着这神色平静的青年，心中升起了浓浓的忌惮之感。他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自己身后的？虽然心中忌惮警惕，可朱翁依然拱了拱手笑道：道长气质恍若谪仙，老朽不才，吃活了些许岁月，倒也习得了些许奇门异法，想与您交流一番。你淡淡瞥了对方一眼，说的话让朱翁心中一紧。阁下身上背负的业障密密麻麻，当真是可怕呢。紧紧盯着对面的道袍青年，朱翁除了忌惮警惕，更多的还有疑惑。他怎么知道我身上业障很多？不过对方既然都已经直接点出来了，自己便也没必要隐瞒了，因为他有自信让对方生出贪念。原来朱翁曾偶得机缘，在一处荒坟发现一个小小的檀木盒子，里面是一枚干皱的黑色心脏，散发着恶臭气息，而在心脏之下竟是一部经卷，名唤替心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替心术的上方会放着一枚黑色心脏，但在尝试了此术后，他发现这竟能起到长生不死的作用，而要求是需要献取活人的心脏来替换自己那衰老的心脏。可你听完却是忽然一笑，长生之道我可没兴趣，若是方便，便请让我见识见识阁下的防身手段吧。霎时便有凛冽夜风嘶吼而来，仿佛一头凶厉的飞禽冲破窗户杀向朱翁，烈风如鹰隼倏然而至，撕裂窗户，直接袭向面色巨变的朱翁。无耻之有，不讲武德，竟敢偷袭老朽！朱翁怒骂的同时，也迅速向旁闪身躲避。可面对着烈风的袭击，他也闪避得极为勉强，一侧肩胛骨和手臂都被烈风刮得血肉模糊。该死！朱翁死死盯着你，脸上杀机迸现。老朽看你当真是有了取死之道，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便没什么好说的了。随着他声音落下，就见一名身形高大健硕的憨厚青年从远处奔来至此。这憨厚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被朱翁掏了心脏的吴德。不过不同于之前，此时的吴德面色惨白，而且还长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紫毛。这是僵尸？你看着变成僵尸的吴德，心中感到有些好奇，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僵尸。杀了他！朱翁寒声大喝，驱使吴德向你撕咬过去。看着吴德抱起突袭的模样，朱翁嘴角勾起，露出一抹阴鸷的笑容。吴德不知道的是，他被师傅传授的武功以及吃的天才地宝，完全是按照朱翁的想法，将他培养成完美的僵尸和替心对象来做的。如今将这徒儿费心费力养了10年，今晚一招剖心再练尸，朱翁可谓是一波韭菜割完，赚得盆满钵满。面对着骤然杀来的僵尸吴德，你面色不变，朝着他掷去一枚有着玄妙纹路的莲子。莲子在接触到僵尸吴德的一瞬间，就变为了一尊3米3高的连纹道兵。僵尸吴德还没碰到罗衡，就被连纹道兵狠狠压在地下，动弹不得。怎么可能？看到这一幕的朱翁整个人都傻了，因为据他估计，吴德在变成僵尸后，随意挥出一拳都能达到1000斤左右，但为什么在这奇异巨人面前，连撼动对方的程度都做不到？解决他！
你对连文道兵吩咐了一句，便缓步走向了脸色巨变的朱翁身前，俯视着对方。你说我有取死之道，好啊，再让我见识见识你还有什么本事。朱翁整张脸都有些扭曲了，不仅是因为愤怒，更多的还是因为恐惧，因为他猜到了眼前这青年不是那被民间传为列子亲传的仙长，又是谁？能为一整座偌大王都祈雨，不管对方是不是真能沟通雷公电母，也不是自己这等走邪道之人能比的。看着你那渐渐向这里走来的身影，朱翁面色极为难看。仙长，请您饶老朽一条命，虽不知您有没有长生之术，可老朽愿将替心术交给您，还望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你闻言没有说话，眉间却是有一枚威严树眼缓缓睁开，散发着漠然之意。在天眼的注视下，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无数罪孽，一眼望去密密麻麻，足有上千之数。这种顶级垃圾人，怎么可能留他一条命？深吸了一口气，你的眼神凌厉可怕。见此一幕，朱翁本能地意识到对方不可能饶自己命了，没有犹豫，只见朱翁眼中闪过狠辣之色，他的身体迅速升起丝丝缕缕的血线，成蛛网状将整个身体覆盖，随后飞速转身，速度快得好像离弦的箭矢，瞬间便来到窗边，打算跳窗而逃。这要是都能被你逃了，那我的呼风之术也就白学了。你一挥袖袍，凛冽的夜风倏然而至，朱翁还没落地，就被夜风如天罗地网般困住。朱翁只感觉内心情绪一阵翻滚，又惊又怒又急，这该死的家伙为什么连逃跑的机会都不给自己？砰砰砰，心脏依然在以极快的速度跳动着，仿佛下一秒就要撕裂胸膛跳出来。不好！朱翁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面色难看至极，他一张脸涨得血红一片。虽然身体内充满了力量，随时可以爆发出远超人类极限的速度逃离这里，可被困在夜风当中，即便力量再多也没用。而且他刚想强行冲破夜风的束缚，结果这夜风锋利如刀，身体刚刚与其接触就被剜下来大片血肉。这时朱翁的脸色已经从血红变成了惨白之色。当你来到楼下的时候，便发现对方已经不复最开始的嚣张模样，血肉枯竭萎缩，皮肤干皱，看上去好像一张皮贴在了骨架上，显得极为狰狞。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心脏停不下来了？朱翁发出沙哑的叫声，声音中充满了惊惧。说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此术，原本以为使用过后，副作用顶多是身体血气被榨取，再更换一个心脏便能恢复。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副作用竟然是使用了此术之后，便根本无法停下。朱翁这时候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绝对被坑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活活榨干血气而死。你也是有点猛，这老家伙怎么回事？自己只是唤出了夜风将他困住，还没动手呢，他怎么就一副要死的样子了？难不成是遭天谴了？将夜风撤去，你走上前去，仔细观察朱翁倒在地上的干瘦尸体，接着便仿佛是沙子一般，被风一吹就散了。一眨眼，原地就只剩下一颗乌黑的心脏。这心脏如他曾经所刨荒坟中发现的那檀木盒里的心脏一样，乌黑干瘪，很是丑陋。就在这时，一道高约3米3的连纹小巨人倏然出现在你的身边。很好，接下来就是处理这颗黑心了。你看着地上的乌黑心脏，心中忽然有了想法。假行之术，只见你催动神通，加强版的地煞神通施展在乌黑心脏上。下一秒，乌黑心脏变成一颗小小的黑色珠子。心念一动，连文道兵缓步走上前去，将之拿起，随后猛然用力，珠子被狂猛至极的沛然巨力瞬间碾碎，竟是直接化为齑粉消散。翌日清晨，你离开客栈，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赶到青鱼县。贪井一事，倘若真的设计超凡，只要是喝下其中井水的人，性格都会逐渐被扭曲，变得贪婪可憎。那样一来，自己想要将其解决可就不容易了。随后你没有犹豫，当即换来一阵疾风将自己托起，迅速赶往远处。不久后，你来到了一处矮山，现在只需要穿过这片山便能到达青鱼县。可你却在这时停下脚步，下一秒就见4、5名壮实男子向他走了过来。哟，小道长，你这身道袍可当真是漂亮呢。为首的男子流里流气，眼睛盯着你身上的道袍看个不停。你们想抢劫我？前方就是青鱼县，你们光天化日下就抢劫，未免太不将县衙捕快们放在眼里了吧？听完你的话，这几人当即大笑出声。实话跟你说，我们还就是青鱼县里的百姓呢。而且我告诉你，凡是喝了村里井中水的人，性格都会变得无比贪婪，无论是咱这种平民百姓，还是县太爷都一样的。说到这儿，男子也懒得多费口舌了，从腰间拿出了一柄柴刀。身后的几人见状也纷纷抽出刀，走到你身前。但就在此时，你眉头一皱，瞬间施展假行之术。哗啦一声过后，假行之术作用在他们手中的刀上，眨眼间刀子就被变成了石头。不过这样还没结束，你又将石头和男子们先前持刀的右臂粘连在一起，使他们的右臂与其终身绑定在了一起。由于石头太过沉重，他们的右臂也无法将之扔掉，因此只得无力地垂落下去。救命！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此一来，我这条胳膊岂不是要废了？这几人也终于意识到眼前的青年道人招惹不得，开始暗恨自己不该对罗恒下手。你冷眼望着几人，淡淡开口：这石头从此以后就和你们的右臂粘连在一起了，不要想着将右臂截掉就能把石头一并去了。我在施展神通的时候，让这石头和你们的心脉连接在了一起，石头在，你们人就在。听完你的话，他们脸色霎时惨白一片。好狠一道人啊！这什么可怕的妖术？你看着面色渐渐变成死灰之色的几人，心情却不由得好了不少。你们不是说自己就是青鱼县的百姓吗？我现在就要见识见识你们口中的贪井是不是真的那般奇异。事不宜迟，你们便一并跟来。说完，就见你袖袍一甩，瞬间便有凌厉烈风席卷而出，将彻底看傻的几人卷得上了天，一路风驰电掣，很快便来到了一个小井前。这小井四周被用青砖垒砌，旁边还种着一株大树，树上枝梢系满了布条。你御风来到此处后，便望向大树，相比起旁边的小井，这棵大树显然更
更为显眼。他那繁密的枝梢上系满了布条，这些布条上满是用墨水写下的小字，而且无一例外写的都是关于人们许下心愿的，从经商到科举，从男子到女子，从老人到孩童。看着这里的一切，你心中一叹，若是这个世界上有灵气复苏一类的东西，那这棵树还有贪景吸收完愿力后，怕是都能成为此地的小神奇了。收回视线，你看向贪景，缓步走过去，要了碗水后，便找了处人少的地方，显出天眼，仔细观察起来。然而组成贪景水的气和普通水的气基本一致，既然组成本源的气是一样的，那贪景水在喝了以后，又是否真的会改变性格？想了想，你直接将贪景水一口饮尽，别说，还挺好喝，入口清凉甘甜，完全能够解渴。不过你转过身，望着面色忐忑的几名男子，出声问道：“世上本无贪景，贪的从来都是人心。那么你们能告诉我，是谁将此处贪景的名声宣扬出去的吗？”听到你突然询问，他们的脸上浮现挣扎之色，眼神中有恐惧闪过。你们想好，到底要不要说？如果说了的话，未来怎么暂且不提；可若是你们不如实交代，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听到这话，先前那个男子才颤颤巍巍地站出来：“道长，您手下留情。我们说，这里的贪井实际上就是一个顶多尝起来比较清甜的小井罢了。而青鱼县地处大前边境，原本土著就民风彪悍，加上大前朝廷会将一些罪犯和他们的家人流放至此，而将贪井的名声宣扬出去后，前来此地的人便渐渐多了起来。这样我们才能高价售卖东西，价格比同类物品贵上5倍以上，而且还常会发生强买抢卖一类的事情。这山高皇帝远的，谁能管得到呢？哪怕是仙人下凡，怕是也管不了。”刚说到这儿，男子便闭上嘴巴，想起身前正有一名面色平淡的道长盯着他。另一边，一处奢华的庭院中，身形魁梧的中年男子正搂着个娇俏的女人，看着池中鲤鱼缓缓游动。然而才欣赏一半，却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响起，一道狂猛的烈风骤然袭来，让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轰得倒飞出去，扑通一声砸入池子，随后只得狼狈地从池中爬出来。这时你缓缓走来，其身后还跟着数名面色忐忑的男子。见此一幕，他面色不善地盯着你，心中又惊又怒：“你就是没良心！你是谁？谁给你这么大胆子来挑衅我的？”你见他答非所问，也没在意，当即将天眼显出，看到了他曾犯的罪孽，只因一时口角，便将行人扣下，带到府中施以私刑。因别人不肯将还未成年的女儿嫁给他，便生生砍断对方手脚，仗着有钱放高利贷，害得许多人妻离子散。看完之后，你神色便彻底冷了下来。你是不是没良心也无所谓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被你所害的无辜之人什么死法，你就什么死法，也算便宜你了。特么的，你这妖道在说什么？没良心！面色难看至极，当即破口大骂。你冷眼望着他，像这样的豪强恶霸，必须要重拳出击，绝不能有一丝姑息。毕竟除了你许下代天宣化的诺言，还是大前国师，位比3公，处置一个边疆县城的恶霸，自然不在话下。你不说我还忘了，县令我也还没找呢。你扭头对身后打着哆嗦的几名男子说道：“你们出个腿快的，去把县令叫过来。”很快，跑得快的那人便跑向了官府去通知县令。你到底是什么人？没良心本就在场，此刻听完你刚刚的一番话，心头大惊，久违的生出了一丝恐惧。妖道，我们豪强既然占有了资源，相比起屁民更有权势，那为什么不能剥削他们？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闻言你笑了笑，照你这么说，我比你有本事，欺凌你那也是应该的。听到这句话，没良心一怔，原本还想继续咆哮骂出来的话卡在了喉咙里，说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从远处响起，没良心听到脚步声，连忙向那边看去，在见到来人后眼睛一亮，好似找到了救星。秦大人，您快来救我啊！这妖道他刚刚竟然说杀了我，这是何等的猖狂啊！匆匆前来的县令白白胖胖，跑起来身上肥肉都会抖一抖。他来到你身前，气喘吁吁地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谨慎地打量了其一眼。哎呀，道长，不知您师承何方呢？又为何来我们青鱼县呢？你看了县令一眼，懒得跟他掰扯，直接把象征着国师身份的令牌拿了出来。看到令牌的一瞬间，县令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难以置信的又仔细看了下，确认令牌是真的后，他面色霎时惨白一片，就要向你躬身行礼。你打断了他的动作，带着他走到没良心跟前，意思不言而喻：这家伙就交由我处理了。大人，救我！您要救我啊！闭嘴！像你这样的恶霸，会落到如此下场，分明是咎由自取。就你之前做过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即便今日道长不惩治你，本官也要带青鱼县的老百姓将你给重罚。道长，此寮恶贯满盈，先前竟还妄图贿赂于我，活该受罚。没良心此刻脸色难看至极，他没有犹豫，当即转身就跑。可只听哗啦一声，还没跑几步，天地间便忽有烈风席卷而来，凛冽如刀。没良心根本来不及闪躲，便被烈风袭击到，霎时变成了一具人质。那白胖县令看到这一幕，只感觉浑身都在发冷。你瞥了县令一眼，开口吩咐道：“帮我弄些盐水来。”然后将盐水涂到他伤口上。一听这话，县令肥胖的身子再度一抖，天啊，这什么狠辣道士？但他却不敢反驳，立刻快步跑出去安排的人调配盐水。青鱼县中贪井传闻已破，你便没必要留在这里了。不过在走之前，你倒是在县令的带领下，一一拜访了下县里有名的豪强地主。做善事之人暂且不提，凡有恶意杀人者以及做了其他恶性事件的人，都被你以同等手段还了回去。而关于青鱼县的官僚情况，你也准备如实报给大前朝廷。回去路上，你打算坐船回去，沿途还能打探一些消息。同行的还有3位师兄妹，小师妹齐洛琳拖着腮看江景，二师兄宋文之则盘膝坐在船头，似乎在感悟建议。船夫一边摇桨，一边和你还有大师兄宋武之笑呵呵聊着天。这时宋武之拿出2根钓竿，道长，反正闲来无事，要不咱俩比比谁钓的鱼更大更多？你点了点头，当然可以。2人便开始了钓鱼比赛。刚开始宋武之凭借着出色的钓鱼技巧，没一会儿便钓上来一条肥美的鱼儿。可当他钓到第4条的时候，你却还是一条鱼都没钓上。你有些纳闷，心想不会真是自己钓鱼技术太烂了吧？
刚刚只是热身，先让五只兄弟一把，接下来我可就要施展真功夫了。看来道长要大显神威了。船夫边摇着桨边凑起了热闹，脸上浮现笑意。这时你眉心处天眼缓缓睁开，散发着淡漠而玄奥气息的树瞳扫视天地，最后定格在江面上。水之气脉的流动轨迹被你清晰的看到，一条条肥硕的鱼儿也被你盯上。这时你又从发间随手扯下一根长发，轻轻吹了一口气，往其中灌注了些许自己炼化的气，同时又施展假形之术，瞬间便让这长发变成了一条不停扭动的小虫子。重新画耳，将头发变做的小虫放到钩上，再次投下。下一秒，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江面就好似沸腾了一般，密密麻麻的鱼虾像是感知到了什么大补之物，疯了般的冲上来。可就在肥鱼大虾被吸引着疯狂咬钩的时候，江底一座高约3米的石狮子雕像原本就这样静静的矗立着，可紧接着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似的，缓缓睁开双眼望向江面，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只要将之吞噬吸收，它便能变得更加强大。哗，水流汹涌而动，石狮子动身向上方游去。明明真身乃是沉重的石雕，可怪异的是，在江河之中，凡是他要去的地方，便轻易可以抵达。另一边船上，亲眼见证你施展术法神通的众人都是当场愣住，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你所说的热身结束施展真本领，竟然是直接开挂。先是眉间睁开的威严天眼，随后是发丝化作耳虫，而这耳虫刚投下，便瞬间吸引了无数鱼虾。看这些鱼虾积极踊跃咬钩的模样，他们都不由得有些怀疑，是不是你哪怕用个直钩的钓竿钓，鱼虾们也会挤破头的想要被钓上来。见胜负已分，你正想收竿，通过眉间天眼看到的江河气脉却不知为何陡然发生了异变。正常情况下的江河气脉虽然会有波动，可都不会过于剧烈，但发生了异变之后，江河气脉就好像沸腾了一般，不停地起伏着。你眉头一皱，仔细地观察着气脉，很快便发现引起气脉异变的源头竟然是一个散发着玄妙之意的大家伙，而且对方还在以极快的速度从江底向这里游来。没有犹豫，你当即御风而行，离开小船。毕竟这大家伙貌似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若是自己不赶紧离开小船，等到对方从江中跃出时，即便不是故意为之，那掀起的浪涛也会倾覆小船。赶紧摇桨，不要在此逗留。你在空中对船夫和师兄妹3人喝道，同时又猛地将钓竿往远处一扔。看样子扔钓竿的时机把握得正好，钓竿刚离手被扔到空中，还没有落下去，就听一道响亮的哗啦声响起。随着哗啦声出现的是一头浑身都仿若石雕雕成的高大石狮，被他从江中带出来的水滴纷纷扬扬，在璀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晶莹的辉芒。石狮子从江中出现后，微张开嘴，便有狂猛的吸力出现，瞬间将你扔出的钓竿吸到嘴中。他将钓竿钩子上的耳虫吃掉，神情竟是出现了一抹欣喜之意。吃完耳虫，这石狮子便又立刻收敛喜意，转而气势威严的扫视众人。我天，真是见了鬼了！这江底下怎么还会窜出来怪物？宋武之站在船上抬着头，愣愣地看着和你一样都能凌于虚空的石狮子，有些难以置信。饶是他从小便外出游历，可也没见过这种怪兽。